Hello，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今集分享嘅就係 MG Leo 高達 version 卡啦。咁用咗大約2個星期嘅時間去砌嘅。咁繼上個月嘅莎薩比 version 卡之後，作為馬莎嘅宿敵，阿寶最強座駕嘅組裝過程又會係點樣呢？兩個模型事隔10年之後，我有幸可以喺呢度拍片俾大家睇。咁希望大家收睇 Leo 高達 version 卡之餘，亦都會收睇之前嘅莎薩比啦。最重要當然係記得俾 like、留言同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嗱，有朋友勸我就唔好嘥時間去拍攝開箱嘅。嗱，不過我自己個睇法就係，例如我買一件產品，我唔會單憑佢個包裝就會決定俾錢嘅。如果可以俾我打開睇一睇，當然係最好啦。起碼都要知道齊唔齊件啊嘛。嗱，我記得20幾年前買模型老細都會主動打開個紙盒俾買家去 check 件嘅。咁而家香港人生活繁忙啦，乜嘢事都要快，有時可能會覺得咁樣做係多餘添。都係嗰句，中意睇開箱嘅朋友一定係會有嘅。咁但係因為 Leo 高達 version 卡都已經係10幾年前嘅產物，唔係一件最新推出嘅模型。咁同時啦，好多頻道都影過，所以今集主要係分享組裝過程同埋成品分享。先俾大家睇一睇呢一個 Leo 高達製作嘅方法，都係一貫嘅簡單滲線啦、打磨水口、拋光。咁而黃色嘅件就同莎薩比 version 卡一樣，係用咗金燈 Marker EX 黃金色手油上色嘅。咁佢成盒模型總數有幾多分件呢？頭部有15件分件，身體56件，腰部36件，雙手有106件分件，雙腳178件，背包39件。浮油炮有90件，兩支槍同埋光束軍刀合共有34件，盾牌7件，一個細人仔1件，專用底座有27件，全部總數加起嚟係589件分件。咁估唔到 Leo 高達同莎薩比個分件數量唔計埋專用底座，其實只係相差大約30幾件嘅啫。先介紹一下 Leo 高達嘅武器同埋配件。嗱，呢套武器冇可能唔識啦，3支浮油炮。咁我決定手油全部黃色件，用呢一支出現咗2集嘅金燈 Marker EX 黃金色。點解我要用佢呢？嗱，首先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金燈 Marker 一打開就算唔用，放大約1至3個月就會乾晒噶啦。咁從而就變成咗浪費。嗱，呢一個就係我用呢一支金燈 Marker 嘅原因。另外，應該就好少朋友將 Leo 高達同埋莎薩比 version 卡手油上色嘅，所以我都想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嚟製作呢2個模型俾大家睇。大家應該睇得出分別啦。每支浮油炮由30件分件組成。有朋友可能會問啦，喂，點解我唔買埋浮油炮嘅2忽件同埋 HWS， 咁令到呢一段影片可以有更加多嘅內容分享呢？嗱，雖然又係 PB 限定，但其實我係買得到嘅。不過一直以嚟，我識得嘅 Leo 高達就係呢一個版本，之後再加嘅裝備，我自己就唔太中意啦。裝上 HWS， 成個 Leo 高達就好似變咗肥仔咁樣，所以我都係砌呢一個大家最熟悉嘅版本就算數啦。其他武器包括有高速力嘅光速步槍、火箭筒，另外再有2支光速劍同埋呢一塊盾牌。光速步槍由8件分件組成，呢一把光速槍由黑白2款顏色組成，係我暫時砌過嘅高達系列光速槍之中外形設計得最靚嘅一把。2款顏色分件令到成個武器更加有層次啊！跟住就係火箭筒嘅組裝啦。我估唔到火箭筒嘅分件都做到咁多嘅，咁再一次證明呢一個 Leo 高達 version 卡喺2021年推出嗰陣係一款好高水準嘅高達模型。當然唔係話分件做得越多就越優秀啦，而係你會睇得出郭慕少真係想俾喜歡 Leo 高達嘅朋友感受得到一股前所未有嘅組裝體驗啊！呢個 Leo 高達同上一集嘅莎薩比，大家真係唔好錯過啊！買咗而又未砌嘅朋友，希望你睇完呢一段影片之後，會提升得到你組裝佢哋嘅動力啦。擺幾個揸槍 pose 俾大家睇。
而兩把激光劍嘅收納地方包括背包嘅呢一個位，同埋左手呢度。最後就係擁有7件分件嘅盾牌。嗱，砌呢冇任何難度嘅，咁如果有時間當然係滲埋密線就會比較好啦。嗱，差唔多全部喺宇宙世紀嘅高達主角機都一定擁有嘅盾牌，唔知道大家最有印象嘅盾牌係邊一個啦？呢個撩高達嘅頭部可以抬起頭向上仰望，另外亦都可以做到低頭嘅角度變成好似向下望又或者未啟動嘅狀態。腳底呢兩件黃色件可以向下伸出嘅設計，令到接地更加穩陣啊！呢一個關節大家留意一下油壓管啦，嗱，會跟住個腳部嘅擺動角度呢作伸縮嘅。咁我都係用腳部嘅跪姿呢嚟展示佢嘅可動俾大家睇啦。大家而家見到嘅就係頭部嘅15件分件啦。嗱，不過喺砌之前呢，都想講一講呢一個撩高達 Version 卡喺2012年推出嗰陣，同我上一集分享嘅莎莎比 Version 卡一樣，雙眼係可以發光嘅，就係用呢一個 LED 燈啦。原廠 Bandai 我就買唔到。咁如果大家有收睇上一集嘅莎莎比，裝咗上去之後呢，效果真係唔係好明亮嘅啫。另外啦，最重要嘅一件事就係上次影完啊，成個燈呢，就算我換咗新電池都係唔着嘅。咁我足足買咗3個喺香港觀塘某間模型鋪買嘅。嗱，真係唔明啦，點解會咁容易壞？唔通又係我問題？嗱，買咗3個 LED 燈都係用唔到。所以我決定今次咧黐翻隻高達眼睛咧就算數啦。嗱，有一點我覺得係比較難嘅，呢一件透明件可能係用作發光嘅用途，套落去其實都幾困難嘅。咁我都花咗一啲時間。呢個頭部組裝嘅最困難之處應該就係呢一度啦。嚟到呢個位就係正確嘅位置，跟住裝上火神炮嘅零件。呢個口部最容易砌啦，預備埋 PC 件同埋頭部嘅後尾枕，然後就可以將每部分嘅分件咧組成撩高達嘅頭部啦。如果大家想頭部顯現出更加多嘅細節，記得將出風位加翻一啲密線，就已經可以好靚噶啦。認真咁講啊，除咗眼睛，頭部差唔多已經係完美分析噶啦。俾大家睇一睇個頭部大特寫啊！再砌埋腳部俾大家睇，咁右腳呢，就已經一早俾我砌好咗噶啦。雙腳合共有178件分件，真係都幾誇張嘅。咁又喺呢段時間分享一下後生嗰陣嘅事啊，睇一睇大家有冇共鳴啊。嗱，我估大家細個嗰陣呢，一定唔係叫呢部機做撩高達噶啦，應該有朋友叫佢做新高達，又或者 V 高達。當時大家都唔知道，其實嗰個 V 字呢，係希臘文嘅第13個字母嘅細寫啊。由於當年啊冇得上網啦，咁另外啦，自己同同學呢亦都係接觸英文比較多，所以好多時候都將佢叫咗做 V 高達嘅。嗱，不過後期真係有叫做 Victory Gundam出現啦，咁好多朋友為咗分得到兩部機，呢個撩高達就改翻叫做新高達啦。咁我都係近呢幾十年呢，先知道呢個符號嘅讀音係撩而唔係撩。嗱，希望我個發音咧正確下。咁我估同我差唔多年紀嘅朋友，應該都係有同樣嘅經歷。唔知道當年90年代會唔會仲有聽過其他撩高達嘅名呢？吓？喂，不妨留言講俾我聽，分享一下。另外，我第一次認識撩高達，其實就係中學嗰陣玩超級任天堂嘅第4次超級機人大戰啊！嗱，我估每位朋友當時都一定將佢嘅武器浮游炮咧升滿嘅，再加特殊零件增加射程。嗱，我唔知道有玩過嘅朋友仲記唔記得第36或者37關嘅榮光之落日啊？如果冇升滿浮游炮同埋宋亞寶嘅撩高達上前線，係好難過關嘅。所以第4次超級機人大戰，又或者我未玩過嘅第3次超級機人大戰，仲有高達 G-Generation 系列，對好多朋友嚟講都充滿回憶。咁亦都幫助我哋認識高達系列同埋其他機械人系列嘅橋樑啊！咁當時眼鏡廠推出嘅機戰真係消磨咗我哋好多青春嘅。
但係自從轉咗 Bandai 推出之後，就希望有生之年會再見到一款令各位充滿回憶嘅戰棋遊戲啦。腳部嘅組裝就係咁樣噶啦，就咁樣睇都幾靚。上半身嘅轉動角度真係唔太多，腰部係會有啲頂住嘅。呢個駕駛室係可以打開嘅，咁啊見到阿寶喺裏面啦。撩高達嘅身體分件足足有54件，咁佢個骨架設計咧，相比起而家推出嘅其他高達 version 卡，組裝係有啲唔同嘅。嗱，我自己覺得當年2012年推出嗰陣，應該都為大家帶嚟唔少驚喜。真係估唔到一個 MG 高達模型嘅分件係可以分得咁細緻嘅。除咗本身設計嘅綠色精神感應骨架，咁佢個身體骨架結構完全睇得出當年設計者嘅用心設計嘅。嗱，曾經有朋友對我講過，撩高達 version 卡到咗而家2023年，就算再10年過後，都仍然不會係過時嘅高達模型。咁以下有一點留意啦，先將呢一件白色零件向外拉出，再將呢一個部分咧向下拉出啲啲，咁然後將成個上半身好似咁樣向右傾，咁呢一件位於左邊嘅白色外夾件咧，先至可以套入去嘅。相反嘅另一邊，身體向左傾，咁到右邊嘅夾套實啦。其實說明書咧係有清晰嘅指示，只要大家細心一啲，唔好心急，就唔會有問題。而呢4件呢，就係身體連接手臂嘅關節啦，最容易犯錯就係前後調轉咗。咁記得啦，長嘅呢就係向外嘅，短嘅嗰邊呢就向下插緊，咁樣先至可以呢完全 fit 入去身體度嘅。咁我唔記得咗係邊一段影片啊，曾經有朋友留言問過我呢一盒撩高達 version 卡嘅身體組裝問題。咁希望今次嘅示範可以解答得到你啦，從而可以喺山積堆中解放佢出嚟。而家有2個選擇俾大家，一對黑同埋一對白色零件。咁我就揀翻電影版嘅黑色件呢，裝翻喺個出風位下面。佢個身體外夾係由黑、白、黃、一塊綠同埋紅色嚟做分析嘅。咁同傳統嘅高達配色完全唔同，所以大家可以考一考女朋友或者老婆，聖誕節要一份禮物，撩高達 version 卡。嗱，不過我相信好多朋友呢一早都砌好咗噶啦，咁啊要 R 咯。手部嘅分件大約有53件，有朋友表示過砌呢一個手部呢，試過插入去骨架裡面嘅外夾件啊，用太大力呢撳爛咗。嗱，我聽到之後呢都好小心。咁好彩咧就冇出現過呢一個情況，咁我估咧應該係水口太大嘅問題，令到零件撳入去個位唔係太啱啊！嗱，所以就會出現壓爆嘅情況，特別係綠色骨件，真係要磨平水口先至好插入去。喺上一集莎薩比 version 卡我都有講過，莎薩比係考驗大家嘅精神同埋專注，而呢一個撩高達咧係容易砌過莎薩比嘅，但係就需要考驗大家多一樣嘢，就係細心啦。如果太粗心大意、心急，我估爆件嘅問題咧就一定會出現喺組裝嘅過程裏面。嗱，呢一點準備砌撩高達 version 卡嘅朋友真係要留意一下啦。而成個手部嘅分件基本上係達到完美分析，零件上嘅黑線亦都唔使刻意去加深嘅，只要大家上下墨線啊，簡單打磨一下水口，我相信出嚟嘅效果咧都已經好好噶啦。而佢同莎薩比一樣嘅一體成型手掌，雖然手指可以各自有獨立嘅可動啊，但係缺點咧就係屈到一定嘅角度咧係會好容易跌落嚟，跟住咧就會俾地板精靈食咗噶啦。咁有時我更加咧係會驚扭斷添。嗱，唔知道有呢一個撩高達同埋莎薩比嘅朋友中唔中意一體成型手掌呢？呢個膊頭甲撩高達同莎薩比都係用呢一件零件咧同膊頭做一個扣實嘅，但係有陣時咧我覺得比較鬆啊。所以我插入去身體咧，係要伸手指入去撳實呢2件零件，膊頭甲先至會穩陣嘅。手臂升起嘅角度、轉動同埋揸拳嘅角度，呢一個撩高達 version 卡完全做得到嘅。全部裙甲可以正常完全打開，令到腳部可以有更加多嘅可動。但係前後裙甲仲可以向橫打開，係有咩用呢？
腰部就有36件分件。咁我都想分享一下自己對 Version 卡系列嘅睇法啊！嗱，其實2年前我人生第一個砌嘅 Version 卡呢，就係海盜高達 X3。嗱，我買之前都擔心自己會砌唔到嘅，因為覺得嗰啲零件呢真係好複雜。嗱，不過都係嗰句啦，要自己鼓起勇氣親身去試，先知道 Version 卡係有幾特別嘅。咁你會喺骨架嘅部分理解得到一啲機械之間嘅結構連動，更加誇張可以用藝術品嚟形容。所以你要完成佢呢，真係要付出好多嘅心機同埋時間。未接觸過呢一個系列嘅朋友唔使驚，砌完後你會充滿成就感。嗱，我自己呢亦都唔枉費重新翻嚟玩高達模型嘅時間啊！如果 Version 卡都可以推出其他機械人系列嘅就正啦。最後分享背包嘅組裝。嗱，呢一個背包呢係冇任何可動嘅。嗱，不過大家可以揀砌唔砌成 double funnel。嗱，我自己呢當然係砌普通版啦。咁大家認知嘅撩高達浮游炮一直以嚟呢都係裝喺背包嘅左邊，甚至官方圖片介紹都係呢一個樣。嗱，我自己覺得呢，再加多一組浮游炮喺背包個右邊呢，就會有一種畫龍點睛嘅感覺啊！浮游炮可以話係撩高達最具代表性嘅武器。咁除咗透過阿寶嘅精神嚟控制攻擊方向之外呢，仲可以用嚟做防禦嘅。咁但可惜呢盒模型就冇得將浮游炮呢組成防禦嘅 pose 啦。另外呢個專用支架真係唔係好好用㗎咋，唔容易扭角度之餘，仲容易比較易跌件啊！咁我都花咗好多時間呢先擺到呢個 pose。撩高達 Version 卡其實同莎薩比 Version 卡一樣都係有裂甲狀態嘅。嗱，如果大家有留意頭先嘅組裝過程啦，身體、手同腳都有肋骨嘅件，而家就試俾大家睇下啦。但係我嘅做法就係將身體嘅每一個部分拆翻落嚟，因為有啲位係要受力去掹嘅。咁以防悲劇發生，我就勸大家唔好懶，拆落嚟慢慢變。身體同背包就一定要分開嘅。背包好簡單，就係將呢2件零件掹落嚟就係㗎啦。身體背脊嘅呢一個白色零件拉起先，前面心口呢2個位拉出一啲，跟住呢個裝位呢向下拉，肋骨就露出嚟啦。咁記得將背脊嘅呢個位撳翻落去下，完成。腰部就最簡單，掹走呢2件零件就得㗎啦。手部就有3個位置要向外拉出，膊頭甲、手腕同埋接近手掌嘅呢一個位。腳部嘅變形，先將呢3件零件掹走。呢2個噴射器係要拉出嚟嘅。將大髀嘅呢1件零件拉上嚟，然後咁樣向上拉，直到露出肋骨。咁記得呢，將頭先拉起嘅零件扣翻落嚟，再一個鎖緊啊！跟住最重要，亦都係我最欣賞嘅部分，就係呢一個步驟啦。呢3個位呢係有肋骨嘅。嗱，咁樣點樣先至可以露出嚟呢？首先要將呢一個鎖件位呢拉出嚟。之後就可以慢慢用力向下拉噶啦。嗱，你會見到旁邊呢件甲呢係會同時有連動嘅裂甲效果嘅。搞掂。當然要記得將佢鎖緊翻啦。最後2個步驟，膝頭甲係可以拉少少出嚟嘅，變成咁嘅樣。腳面甲向上滑出嚟啦，跟住插翻落隻腳度。成隻腳嘅裂甲效果完成啦。撩高達主體嘅裂甲效果就係咁嘅樣。咁啊，俾 UV 燈照一照啦。咁啊，我諗唔使我多講噶啦，絕大部分朋友呢都會非常中意呢一個撩高達 Version 卡，就算唔變成裂甲狀態，普通版都已經令大家着迷。我就冇後悔而家先至買呢一盒 MG 模型。為未買嘅朋友，
仲要再等多10年？買啦而家！咁啊，順手將莎莎比拎出嚟同撩高達比較一下啦。咁始終都係莎莎比個身形咧大一啲啊嚇。嗱，唔知道大家會中意邊一個裂甲狀態多一啲啦？我都想補充一點，大家睇到呢一個莎莎比嘅單眼，心水清嘅朋友應該睇得出，我對佢隻眼呢係做咗簡單嘅改造嘅。咁個方法呢，就係用翻佢本身嘅激光劍板件流道啊。咁啊用戒刀切翻差唔多眼睛嘅大細啦，然後用模型膠水貼翻上去。咁啊用 UV 燈照一照啦。嗱，咁樣玩發光好過用個唔知幾時壞嘅 LED 燈啦。咁我相信呢個撩高達同莎莎比中意高達模型嘅朋友，如果唔係因為土地問題、女朋友又或者老婆等等原因，無論係 HG、MG 又或者係 RG，屋企應該都會收埋一套嘅。嗱，阿寶同馬莎由 UC0079年一直打到去 UC0093年，兩個男人打生打死嘅機，就算到咗而家2023年，都仍然唔會覺得過時嘅。咁我覺得無論如何，作為中意高達嘅自己，終於都能夠將佢哋砌好，可以話係此生無憾咯。我覺得啦，無論而家收睇影片中嘅朋友究竟係乜嘢年紀，都真係要睇睇佢哋兩個恩怨嘅開端。1979年播放嘅初代元祖高達動畫，而後期嘅電影《馬莎之反擊》，呢一對宿敵嘅戰鬥同埋最後將阿古哲斯推離地球嘅情節，成就咗高達動畫最深刻經典之一啊！有啲朋友更加係以神作嚟形容。希望呢一集撩高達同埋之前嘅莎莎比version卡內容唔會換到大家。咁作為一個介紹模型嘅頻道，我覺得呢兩部經典機體嘅模型呢，分享係不可缺少嘅。咁而家終於都有啦。至於未來呢幾個月，我就應該暫時唔會再接觸version卡系列嘅模型，因為都真係幾攰。咁同時啦，亦都要多謝睇齊兩段影片嘅朋友，同埋借莎莎比version卡俾我砌嘅表哥啊！嗱，我唔知道今集咧會唔會係本頻道暫時今年嘅最後一集，因為 F90J&Q Mission Pack 咧仲未發貨。咁本來今個月先至砌嘅 HG 美國之星已經提早製作咗啦。仲有一點就係我嘅3積數量而家係0啊，所以我都唔太肯定咧今年仲有冇其他影片出啊。嗱，唔緊要啦，喺呢一度提早同大家講啲祝福語啦。咁希望新一年咧各位事事順利。咁同身邊中意嘅伴侶咧，甜甜蜜蜜，記得咧要珍惜眼前人啊！最重要當然就係身體健康啦。最後記得幫我 CLF 啦。好，下集再見，拜拜。